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星，我现在在福建三明的碧口村，这寻找美食，咱又来到了小村子，咱来这儿吃一个三明比较有名的特色美食啊，叫做水煮啊。对了，大家一听这个名字啊，肯定想到啊，是不是水煮肉片或者水煮鱼之类的，跟这個差不多，但是呢也不一樣，來嘗嘗。看這裡碧口村，這個村子的人啊，那肯定都沉默寡言啊，就是成天都閉口。咱吃這個小店在這兒，碧口水煮店。真是在一個小巷子，村莊的小巷，一進來太熱鬧了。在哪點？在哪點？啊，他們家啊，主要吃的就是水煮，但是呢，也可以點很多炒菜。哎呀，看見這些食材啊，啥都想吃，但是呢不敢點，為啥？一會兒上來你就知道了，咱就點倆菜。幾個人啊？2個人。2個人啊？這個就是水煮是吧？啊，對。給我來上一個水煮。啊，可以。再來一個炒雞爪。炒雞爪啊，行 ，OK。兩個菜差不多。啊，夠了，相當吃不完了啊。哎，幾個人？哦，找一個位置給我，裡面有位置。哦，可以。哎。23改成21吧。23改21是嗎？對對對。好好好。打包拿掉了。現在知道為啥點2個菜了吧？啊，這是一個菜就是水煮，這個是炒雞爪。好家伙，這個水煮啊，這一份是88。哎呀，這是洗腳盆吧？不是，這洗臉盆吧？這個環境我非常喜歡，坐在這兒跟吃流水席似的。然後那邊是宗祠，然後後面呢還過火車。哎呀，它這個油一潑太治癒了，上面是孜然粉。這不能說是海底撈，這也是盆裡撈。你看有多深，這筷子插進去，這麼深，一半的筷子快進去了。上面還有點海鮮啊，這是魷魚、青口，這是花蛤啊，還有這大蝦，這呢是肉片，這是豬肉片，然後還有呢魚肉。吃這個盡量還是別攪和，但是咱給它扒開看看還有啥。就過火車了。大黃都來了。還有一個食材呢，也是最關鍵的，就這個鴨胗。在當地吃水煮啊，其實啊，主要吃的就是這個鴨胗。在這兒呢，人家不叫鴨胗，叫鴨頸。鴨頸，它就是也是水煮鴨頸。這個呢是水煮雜烩，就是啥都有。
哇，非常有味道。你看起来啊，它和川菜不一样，没有什么红油啊，但是特别有味儿，很鲜，然后香香的这个辣椒味儿。这上面有很多这个是孜然粉，尝尝这个鱼片。非常嫩。我最喜欢吃啊，就是这个鱿鱼。我感觉最吸味的应该这个豆腐泡，它这个汤汁啊确实是很香。再来尝一下这个青口，蘸点汤。它这个味道整体吃起来特别像川菜、川渝菜。为啥呢？你看这个水煮啊，它其实就是源自于川菜。我想这个东西啊，为啥会产生在三明这里呢？首先就看这个盆儿，这福建呢，它有吃盆菜的習慣，這做菜啊愛用盆兒。還有呢，就是因為這裡有鋼廠，3缸就在這裡。那很多這鋼廠的工人啊，我自己猜想啊，有一些人可能是四川的或者是重慶的，他們就愛吃這種水煮系列，比如水煮牛肉啊水煮魚啊，各種各樣的口味。慢慢的可能演變過來，就屬於這個川菜還有這種福建菜結合的。為啥說結合呢？這兒有海鮮，就是沒有紅油，就不是很辣。這一大盆往這一放，你不管它好吃不好吃，你看着你就有食慾。底下還有菜，木耳、白菜、黃瓜，還有豆芽，應該這麼看啊，這個菜還挺健康的，葷素搭配。我跟你說，這動物要說就有智商，這麼多的人，這個狗啊就在這兒守着，我這個臉啊就長得就是這好人臉，就在這兒守着，哪兒都不去，你看沒？給你個雞爪爪，跑哪兒去了？這兒來。完了，你還不吃嗎？我看這個肉片可以，給這個狗弄點肉片。這還是個母狗啊，可能還要給小狗餵奶呢，給它補充點蛋白質啊。得虧這個沒啥紅油，是比較清淡的。這還挺挑，你看這魚啊還不能吃，有刺兒。這福建狗啊，它也不吃辣呀。這怎麼聽着像罵人？咱不是那個意思啊。這才有流水席的感覺，必須上面人吃的，底下狗吃，吃這麼快嗎？這比我吃的都快。咱再看看啊，這個水煮裡頭底下這些東西給它攪上來，哇，你就看這個量。雖然底下是菜啊，但是架不住就88呀。其實這魚片也挺多的。哇，糯香糯香的雞爪。哎呀，這一盆這個容量太多了，怎麼感覺越吃越多，越吃越多？吃了半天，這席就剩我一個人了。哎呀，好家伙，裡頭還有這麼多料子，你看這蝦，哎呀，實惠啊，88。
在三明有一句話是先有三缸后有三明。那我现在来到这个地方就是福建的三缸啊，你看我身後這兒是1958，這個1958年呢就是三缸廠成立的時期，當時啊正值全民大煉鋼鐵啊，這個三缸廠對於整個福建來講是非常的重要，因為它結束了這福建沒有鋼鐵的歷史啊，這是福建第一座鋼鐵廠啊。大家都知道這個煉鋼污染是特別的大，在當年的時候還有一句話這麼說的，是這個三明人啊，這平均每一個人一年要吃一塊磚頭，好家伙，敢想象當年肯定是漫天的塵土飛揚。但是現在經過這麼多年，這產業升級啊，還有這個技術更新迭代啊，人家這個舊廠也不用了，建了新廠，這污染沒有那麼大了。那舊廠幹啥嘞？就在我的身後啊，這改造成了一個工業旅遊區啊，來這兒啊可以看一看啊，可以懷舊一下。來到三明這座城市啊，你到處都能看見這個火車的鐵軌，為啥呢？因為這是煉鋼的，人家要把這個鋼材要運出去，然後在這個城市裡頭，你隨時都能聽見這火車那個聲音，可以說這火車就是三明的標誌。那這個就是以前的老火車。你看那寫着鐵道部唐山機車車輛工廠，1970年6月制。好家伙，1970年。要說還是以前這老火車漂亮，你看這輪子，看這高度，這工業設計，哎呀，真想到這個駕駛室裡頭，然後體驗一下。這火車讓我想起來，這小的時候每年我都要看一遍的這個《回到未來》這個電影，這就是裡頭的蒸汽火車。看我身後這一幕非常有代表性啊，這邊就是老的廠房，老的房子。這個標誌啊是啥？是第一爐鐵水一個雕塑。然後再看這兒，這兒呢現在就是非常氣派的新的樓，福建三缸。這就是以前老的機床，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啊？就是用它煉成的。你就不說別的，你就看這個彈簧這麼粗這麼厚。三明這個城市啊，實際上它是一個新的城市，它沒有很古老的歷史。它這個名字啊，是由三原還有明溪這兩個地方這組合起來的啊，叫三明。那提到三明啊，其實啊還和上海有千絲萬縷的關係。這怎麼講呢？啊，咱要講到就當年的這個小三線建設，因為它這裡是山區，這個小三線建設呢，就很多上海的這些啊技術骨幹，然後來了三明這裡支援三明。然後你比如說這個三明的食品廠啊，什麼皮鞋廠、什麼五金廠、什麼電機廠，包括這個鋼廠啊，甚至啊，這福建省的第一台電視機都是三明給生產出來的，就來了很多上海人支援這裡。那現在啊，還有一些啊，這老一輩這些上海人啊，其實老家都是上海的，就留在了這裡。再看我身後這面牆上這些手印啊，這都是勞模的手印。你看這個手印，人家怪不得是勞模啊，看這肌肉這麼深，還有這紋理。我的手算是比較大的了，你看他的手更大，感覺特別的粗，看着就有勁兒啊！這一看就是勞模這幹活的手。现在正是中午工人下班的時間，然後都騎的摩托車或者是電動車，為啥呢？因為他這個生活需要不大，騎這個電動車、摩托是最方便的。人家下了班去吃食堂，咱也嘗一嘗啊，這個三缸的食堂味道如何？這個三缸的廠區啊非常的大，所以說呢，它食堂有很多，有那麼一兩個食堂是對外開放的，其中這個就是叫青山食堂。咱來檢驗一下這個青山食堂的阿姨啊，打飯手抖不抖？先排隊啊，排隊到前頭買票，拿着票。有8塊、10塊、12、14。素菜它都是2個，然後給我來個最貴14。對，它3個大葷，2個素。行，來個14的。一份嗎？一份。這邊吃嗎？啊，在這吃。喝湯嗎？喝湯加1塊，15。要湯。一份哈。青山食堂15塊錢，3葷2素帶個湯，哎呀，真是划算啊！在這工作挺幸福啊。
你看它这个荤菜太复杂了，还分这个大荤、小荤，还有这个超大荤。好家伙，这本来就犯了这个选择困难症，现在都不明白这啥意思。哪个是超大荤？这个。哦，那给我来个这个超大荤，是鸭腿是吧？这个再来个这个。那炸的给我另外装满，把它泡在这里。红烧肉有没有？烧肉带走。红烧肉没有红烧肉。带走。我帮我加点。我这个是3荤的。青菜跟豆芽。2个素菜。青菜豆芽。哦，再来个豆腐。还有一个菜，来这边。哦，是这样分的是吧？对。那给我来。打了一个超大荤。哦，来个这个吧。看来是真复杂，打了个超大荤，剩下的就只能是小荤。在那边。哎，好。我这有很多工人是带走的。我现在似乎好像明白了，只要你点了一个超大荤，你就只能再点一个小荤，就这个3荤里头，你不能再点2个中荤啊，或者是这2个超大荤啊，就顶了这3个荤。说的反正我也不明白了，反正挺复杂的，就是人家分区域的，你听这个大姐给你安排就行了。这就是超大荤，这应该是大荤，这是小荤。青菜豆腐俩素菜，这吃挺好啊。要么说是民以食为天，这工人干活咱得吃好，是不是？15块钱，我觉得这个不错了啊！你看这有肉有素菜有豆制品。吃饭先喝汤，这就是1元的汤。这汤不知道能不能续了，应该不行。哎呀，你还別說，這湯真挺好喝。1塊錢的湯，裡邊是蘿蔔、雞蛋、豆腐。哇，這蘿蔔挺有味兒啊！我要說一下，人家這個米啊，看着真不錯。你看15塊錢用的這米挺好。有彈性，也挺香的。我是住這附近啊，那就不用做飯了，天天來這吃。先吃這個超大葷。這確實是超大葷啊！這麼大個鴨腿，鴨腿好像還給我砍了一半，剩下那邊是做別的菜了。滷鴨腿，你看它這些菜啊，都是口味比較重的，就為了方便讓你下飯。我不知道為啥，就是一吃食堂這個飯菜啊，就有一種親切感，或者說是歸屬感。你就能想到啊，你比如說上學或者工作，尤其是你像這些人啊，然後穿上統一的制服，就更有歸屬感了。就吃這個菜啊，你就感覺香，感覺跟那大鍋飯一樣。木耳炒肉，感覺像回鍋肉的方式炒的，咱蓋在上面。再來點這個，這是給了我一大塊吧，這是。哎呀，這梅菜扣肉，你看這有肥有瘦，食堂飯吃的就是香啊。哎呀，這大肉片子，這菜乾扣肉好吃，特別有味道。你看吃完飯以後，大家自覺就把這個餐盒放在這兒。
這裡就是三缸的生活區。它这个生活区啊，你看这鐵路是穿城而過，然後火車快要來的時候呢，這兩邊匝道就攔上了，然後大家在兩邊排隊等着過去。這一幕呢是特別有趣啊，咱一會兒等着看一看。提前車輛請注意，火車來了，請不要搶道，搶道危險。不要搶道，搶道危險。火車過去了，這就開了，給人家讓開。三缸這裡啊有很多生活區，那咱現在來到這個算是最早的生活區，叫小高爐生活區。那現在啊這裡有些房子啊都已經用不成了，這時間太長了，幾十年了，都封起來了。你看前面那棟樓都封起來了，不讓用了。那個樓呢就典型那種蘇式樓，裡頭就是筒子樓，破破爛爛的。現在，你看這個樓啊，你就現在看這個造型啊，都是相當漂亮。那當時的時候，我感覺這裡的工人啊能住進去啊，那心裡頭肯定高興。我现在知道大家為啥都騎摩托了。你看，它這地方是山區，上上下下都是坡，這是上坡，這就是下坡，這就是居民區。啥叫生活的氣息啊？你看這臘腸和這襪子啊都掛在一塊兒，你看，這跟全國各地的大廠是一樣的，整個廠這周圍啊，生活區、工作區啊，就像一個小的世界一樣。你看這生活、學習都解決了。這是第10中學啊，有沒有朋友在這上學的？月華園啊，不知道有多少三缸的小朋友啊，那從小在這玩，然後長大了啊。據說啊，在三明。是每一戶人家都有一個三缸的人。你看，這有很多退休的這叔叔阿姨啊，在這打牌。你看這兒的人啊，就特別愛把衣服往外晾，那還撐着竹竿，這也算是一道亮麗的風景線啊。煙火氣、生活氣息，加上農貿市場，我感覺啊，在這裡生活啊，就特別的方便。這也算是一個山城了啊，跟重慶是一樣的。你以為這是1樓，你過來一看是別人的樓頂，和那個山頭都快齊平了。在三缸有一個特色美食啊，就是三缸饅頭啊，特別的有名啊。這家店呢是閩光麵點，那屬於三缸人自己的糕點店啊，來嘗嘗。這麼多，這個是什麼味兒的？這個就是淡的，那兩個是甜的。對，好嘞好嘞。2塊1毛，好家伙，有零有整啊！沒想到咱這探店有朝一日還探着吃饅頭，但是這是特色啊。你還別說啊，咱就不說味兒，就它這個口感就不一般，特別的瓷實，就以前的那種老饅頭那種味兒，有筋道，好吃。哎呀，今天啊啥也別吃了，就吃了仨饅頭吧。
来到三明，一定要尝尝这里的酒糟豬腳。这个酒糟呢，也是属于福建的特色风味啊。我身后有一条街，这条街啊，在三明被称作豬腳一条街，有很多家店啊，全是卖豬腳的。今儿呢，咱找个老店来尝尝。哦，就在这摆出来了。对，我们的食材都是这样现打现的，可以看得到。这么肥的鸡鸭鹅。这个是白斩鸡和白斩鸭，还有乌鸡。这个是我们的酒糟猪脚，主打的。这个怎么卖的？1两5塊。对，你自己挑吧，爱吃哪一塊自己挑。你给我挑，哪个部位好一点？那你爱吃肥瘦的还是带骨头？肥瘦相间就可以。我们是整头猪都来，然后这边是内脏那些。行，我都来一点。都来一点是吧？那这骨头的来一个。可以。这是有点带筋带肥的，好吃。尖尖也来一个，这个部位的可以吗？好，全猪宴。对，差不多。给我来这个。这个一拼上一盘。可以。大肠也来一个，大肠来一个哈。泡肠来2个了。来2个，大一小来一个哈。这个也来2根。对，来2根。这其实。这根就行了，这一根就行了。好。三豆干炒肉。对。来个这个。好。豆干炒肉。荔枝肉有吗？荔枝肉有的。行，再来个荔枝肉就行了。好的。4个菜。大肠要吃哪炒蛙的？还是炒腰吗？4菜1湯，这個就是紅糟豬腳。哎呀，這個顏色看着太有食慾了。大腸還有套腸，這是倆炒菜，一個荔枝肉，一個是長豆角，然後炒肉。這個湯厲害了，這是他家的招牌殺豬湯。吃飯先喝湯啊！哎呀，這是豬雜湯啊，各種部位還有酸菜。這一勺子下去，豬血、豬腰、豬肝、羅漢肉、小腸，啥都有。它這個豬啊是大田的豬，在三明啊，這個大田豬就很有名。你看全是豬雜，一點都不腥，全是這種香味，豬肉的香味。然後加了一些酸菜，微微的酸味還解膩。關鍵是這不僅能喝湯，你還能吃肉，各種部位啥都有。如果你覺得這個湯有點淡呢，這還有蘸水，給蘸點料。醋蒜汁，紅糟豬腳也叫酒糟豬腳。這帶骨頭的這蹄兒，然後還有肉，肥瘦相間的肉。我看有人愛吃這個豬尾巴，就當地人點了個豬尾，來這塊，哇，有肥有瘦。它這個味兒有點淡淡的酒味兒，有點像這種腐乳這種感覺，這個味兒。哇，好吃，特別下飯，因為它口味挺重的，鹹鹹的，然後微微的有一點這種紅酒糟的這種味道，特別的迷人。我說這個味道，在其他地方你還真吃不到這個口味，鹹香可口。啊，這一口下去了，你不由得要吃點米飯。它這個肉加了酒糟之後，它可以增香去腥，再加上這個紅紅的顏色，特別的喜慶。福建特色美食啊！豬腳，來這塊豬腳。它這個肉啊燉的不是特別的酥爛，你吃起來還有點肉的質感，有咬頭那種。哇，這個皮上的味道太濃郁了。這個紅曲啊，它是啥東西呢？實際上就是做紅曲酒，然後把酒瀝淨之後剩下的這些就是酒糟，
酒糟呢是米啊，然后它这个颜色看着，这红的这不会有什么添加剂啥的吧？其实不是啊，这是纯天然。人家福建啊，在宋代有历史记載就吃這個東西了。以前的時候人們是怎麼發現的呢？其實非常的簡單，比如說咱現在拿這碗米飯，對吧？你就放到戶外或者放到你家窗台上，你不管，你過幾天啊，你會發現啊，其實上面啊就感染了一些菌，會有五顏六色的。而這個紅色的呢，然後古代的人就發現，哎，這個味道比較獨特，然後吃起來好吃。然後比如說烹飪肉啊，烹飪海鮮啊。在當地啊，也可以說是一個調味料，一個醬料一樣的，就這麼流傳下來了。為啥說它會有五顏六色的？因為自然界就很神奇，各種各樣的菌。它這個菌呢，其實就是紅曲菌，然後把普通的大米感染了以後，這個米呢就變成紅色的了。然後你拿這個感染的米啊，放到新的米上，比如說一大盆米，這是新的米啊，然後這個新的米這一盆慢慢的又會變成紅色。那為啥古人發現這個米飯上有五顏六色的菌，但是只吃紅色的呢？很簡單的道理啊，就是因為吃其他顏色的人啊，全都掛掉了。看這個醬汁，看這個顏色，這就把米飯感染了啊！開玩笑，這個感染不了，因為人家已經加熱了，他得用那種原始的那種菌。再嘗這個大腸還有套腸，這個套腸也是這裡的特色。它這個套腸其實就是小腸，然後小腸套進去的，看裡頭一層一層的。這滷的特別有味道。哇，我愛這個套腸，太香了。就一整個小腸，然後兩頭一接，這樣慢慢這樣套進去的，然後一煮。這中國人真是為了吃不嫌麻煩。這小腸這樣一點一點套進去，你就想費工啊。這是荔枝肉，還有土豆。福建有的地方吃這個荔枝肉，它是紅的，就是這種紅酒糟的，人家這個是這種金黃的。這好吃，炸過的，其實就是古老肉那個味兒，但是長得像荔枝，所以叫荔枝肉，有點像炸雞，所以坐席的時候這道菜這小孩愛吃。這個菜啊是長豆角乾炒肉，應該是他這裡的土菜，我看每個人都點這個菜。好吃好吃，超級下飯。因為這個豆角它是乾兒，所以說這種乾菜啊本身有一股這種香味兒，非常的香。這三明人啊太會吃了，把這一個豬啊做的是五花八門，你看各有各的味兒，各個部位各不同，全豬宴啊。